景苍，半年前那一战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从那以后就一直见你盯着这簪子出神。柔儿，你现在在哪儿？半年前，我被手底下叛军追杀，身负重伤，是柔儿救我。长官，你有没有事啊？他伤得太重，必须要赶紧救他。你别怕，你现在安全了。柔儿，柔儿，你怎么了？秦唐，我好像怀孕了。敬礼！叛军尚未彻底解决，我现在身边还危机四伏。等我安稳下来，再回来接你。好。就在我离开后不久，柔儿所在的白家庄就遭到了土匪袭击，柔儿被迫外出逃难，至今下落不明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柔儿怀了我的孩子，还救了我的命，我必须找到他们。当然，咱们顾家3代单传，他不只救了你的命，还有了咱们顾家的骨肉。无论如何，一定要找到他。大帅，你要找的女人有着落了。据手下眼线来报，她前几日还在云州城出现过，而且还大着肚子。太好了，这么说，柔儿和孩子都平安无事。给我调出警卫连全部人手，即刻出发云州，接柔儿和孩子。是。秦苍，你说过会来接我的，你现在在哪？秦苍，不知道下次见面是什么时候。这个簪子是我亲手做的，送给你，留个念想吧。这块玉佩是我的护身符，跟随我征战多年。我现在把它送给你，能保你平安。等我回来。夫人，就是他勾引老爷。我说老爷最近怎么都不碰我，原来是你这个狐狸精在勾引他，竟然还怀上了老爷的孩子。夫人，不是我，我没有勾引老爷。你还在狡辩，徐管家都已经看见了。再说了，要不是你勾引他的话，怎么可能会怀孕？这是什么？当然是堕胎药，不过是我捡回来的一个卑贱奴仆而已。他想把这个贱种生下来吗？给我按住他！我不要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给我喝！喝下去！喝！夫人，她真的要生了。
夫人，他喝了堕胎药还能产子，这种怪事我还是头一次遇见。看来啊，这就是天意，这小鬼命不开绝啊！那你说怎么办？夫人，我听老家的算命先生说，像这种命硬的孩子，留他一命，以后也许能给咱们郑家挡灾。我的孩子，柔儿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这些年，我们是发现了很多线索，但大多数是不准确的。上次云桌的线索也断了。大帅，7年了，夫人她也许早就……我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现在给我去找！娘，快点儿！今天挑不完7、3面墙的石头，你们娘俩一口饭都别想吃。娘，你身子不好，让昭昭来吧。昭昭，你还小，娘自己来。夫人，实在太热了，我娘身子又不好，求您让她休息一下吧。勾引老爷的贱人，留你们母子一命，都算菩萨心肠了，还想休息？夫人，求您别打我娘。少爷，救救我娘吧！哼，连一个爹都没有的野孩子，别来烦我！我有。哼，娘，昭昭真的没有爹吗？昭昭有爹。这个玉佩就是你爹的。哎，好漂亮的玉佩，要是拿去卖，肯定能换很多钱。给我！不给，这是我爹给我的。你个小贱人，我儿子看到的东西敢不给？敢不给？臭死你个小贱货！我让你亲眼看看你娘是怎么被我打死的！别打我娘了，玉佩我给你们。要是早点给我们，你娘就不用挨鞭子了。我现在就把它卖了，换蛐蛐去。娘，你没事吧？大帅一直在收藏各种玉器，属下见这玉佩不错，便买下来送给大帅。这块玉佩不是我送给柔儿的吗？你在哪儿买的？回大帅，这是属下前几日在云州城一家典当铺内买的，据说卖家是位7、8岁的小孩。云州，又是云州，难道是我和柔儿的孩子？立马调警卫连的人，我要亲自去一趟。你说什么？顾大帅要亲自来我们郑家？这位军爷，你们大帅来我们郑家有何贵干啊？据说大帅找到一块很喜欢的玉佩，是要亲自来郑家的。其他的呢，我就不知道了。但是你们可要好好准备准备，千万不可带软了大帅。是是是。走了。军爷慢走啊！玉佩，想来应该是大帅喜欢那块玉佩。只要我一口咬定玉佩就是乐乐的，大帅一高兴，肯定会重重赏赐我们一家。
娘，是招招没用，没法让你好起来。昭儿，拿着这个簪子去找你的父亲，他那儿有个一模一样的，只有找到父亲，你才能活命。昭昭，不要离开娘。昭儿，你听话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都要死在这儿。你快走，走啊！娘，你怎么了？昭昭现在就去给你找大夫。见过大帅，大帅能亲自来我们郑家，真是莫大的荣幸啊！哦，鄙人在后院略备了酒菜，大帅这边请。不必了，麦玉佩的小孩在哪儿？小兔崽子，你往哪儿跑？给我站住！求求你，救救我娘吧！嘿，过来！老爷，我娘身体快撑不住了，她都吐血了，求求你救救她吧！废，那个人都看不住，赶紧带下去。等等，这个小孩怎么回事？哦，回大帅，他是多年前我在大街上捡回来的小乞丐，从小对他悉心照料，他却一直悉数不正。刚刚肯定又偷了东西，想跑出去玩。来人，大小姐，清仓哪儿去了？连这从不离身的簪子都给落下了。大帅一早就去云州郑家了。什么事如此着急，连这簪子都忘了？据说是大帅找到了一只瑞兽玉佩，是从郑家一个小孩手里买来的。什么？瑞兽玉佩可是我顾家世代祖传的孤品。秦苍不是说交给那个救他的女孩子了吗？怎么会在一个小孩？难道秦苍找到那个孩子了？快备车！是。求求你帮帮我娘吧，她快不行了。听夫人说，乐乐的玉佩是抢这个小子的，一定不能让大帅知道。大帅，你不能信他。这个小子自从进了我家，就一直不服管教，整天满嘴谎话。你可千万不要被他可怜老实的外表给骗了。昭昭没有骗人，我娘真的吐血了，还吐了好几回。求求你了，救救她吧！放手！敢跟大帅回京，你想害死我们了？这簪子不是我的吗？怎么会出现在他手里？岂有此理！你们敢偷大帅东西？这簪子不是我偷的，是……你平日里小偷小摸也就算了，现在竟然吃了雄心豹子胆，连大帅的东西都敢偷！这簪子不是我偷的，是我娘刚刚才给我的。你撒谎！这簪子是大帅的亲上人亲手给他的，全天下独此一个，你娘怎么会有？哎，大帅明察呀！哎，东西是他一个人偷的。你要杀要剐，我绝无二话。但这件事跟我们没有关系啊。小孩子不懂事，这次就算了，回去多加教育，再有下次，军法处置。是，我带下去，好好看管。麦玉佩的小孩到底在哪儿？嘿，小乐，快过来见大帅。见过大帅。回大帅，
这就是我儿子郑小乐，玉佩就是他卖的。他说是他的儿子，我的玉佩怎么会在他儿子手上？那个卖玉佩的小孩在哪儿？哦，回大小姐，正是犬子郑小乐。乐乐，这玉佩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就是我们家里的，我天天带在身上。这玉佩是我亲手交给柔儿的，怎么会出现在他们家？这事一定另有隐情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臭小子，老他妈弄死你！今天非得给你点教训不可！昭儿，别伤害我的孩子！昭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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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秦苍，秦苍，还敢给我跑出来！走，进去。真是个天生的婊子！勾引老爷也就算了，竟然还敢跑出去勾引大帅！我没有，昭昭在哪儿？我求求你放过我的孩子吧，求求了！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就是想引起大帅的注意，趁机喷上高枝儿。我没有勾引大帅，我求你放过昭昭吧，他还只是个孩子。少废话，坏了老爷的好事儿，你就给我去死！你去哪儿？给我站住！这玉佩到底是怎么来的？大帅，这块玉佩的确是小儿一直带在身上，我们郑家上上下下都知道这件事情。这件事事关重大，我必须弄清楚他的玉佩到底从哪儿来的。既然你说他一直带在身上，那我问你，这块玉佩上雕刻了几条龙？1条，不，2条龙。你根本就不知道这玉佩长什么样，这上面根本就没有雕刻龙，雕刻的是瑞兽。说，这玉佩到底从哪儿来的？大帅，可能是乐乐一紧张，你闭嘴！我没有问你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告诉我真相。这块玉佩是在一个小孩那边要来的。问谁要的？快带我去找他！我记不清了，好像是一个小乞丐，一个女人给他的。不可能！这块玉佩是我亲手交给柔儿的，他怎么可能给一个乞丐？还竟敢骗我！大帅息怒！乐乐说的都是真的呀！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这玉佩是从哪儿来的？我说，别杀我爹！这块玉佩是昭昭的。昭昭是谁啊？就刚才偷你簪子的那个小孩。簪子？什么簪子啊？回大小姐，
刚刚有个叫昭昭的小乞丐偷了大帅的簪子，念在他年纪小，被我们教训一顿就放回去了。青苍，这簪子不是你今天出门太着急忘了带吗？怎么会有2个一模一样的簪子？这簪子不是我偷的，是我娘刚刚才给我的。是。昭昭，是我的亲生儿子。说，他们到底在哪儿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大帅，别杀我呀！我说，这玉佩是昭昭的，她母亲叫宋柔儿，他们现在就在后院的杂物间里。你别杀我们，柔儿。说，为什么要偷大帅的东西？是想让我们跟着你一起受罚吗？我没有偷，簪子是我娘给我的。人赃并获，你还死不承认？大帅是我的贵人，你竟敢偷他的东西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给我打！娘，你快躲开！小贱蹄子，劲儿还挺大呀！你跑出来又能怎样？真以为能救得了这个臭小子？昭儿没有偷簪子，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。偷不偷不是你说了算，给我狠狠的打！娘，你快躲开，你身子靠不住的，别管昭昭。昭儿，别担心，娘知道你没偷，大帅一定会为我们做主的。到现在，你还想着勾引大帅？给我打死他！娘，别打了，别打我娘了，玉佩我不要了，簪子也是我偷的，别打我娘了。夫人，大帅还在这没走，咱们还是别闹出人命吧。哼，怕什么？这个一心只想着勾引男人的贱人，打死也是为民除害。啊！昭儿，一定要活下去，去找你爹。徐管事，别浪费时间了，给我弄死他！求求你们放开我娘！快！柔儿跟昭昭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就让你们郑家鸡犬不留，一起陪葬！去你！兔崽子少碍事！水性杨花的小贱人，仗着这张脸，成天的想着勾引男人，拉烂你这张脸！住手！住手！大帅，你怎么来了？柔儿，青苍，柔儿，大帅，求你救救我娘吧，她替我挨了好多打。快去叫军医来！是。等我治好柔儿的病，再来治你们的罪。大帅，
是他，都是他私自对张昭娘下的手，跟我们没有关系啊！没错，都是他指使的。传令下去，派警卫连所有人来包围郑家，谁敢放一个人走，军法处置。柔儿，娘，你们跟好昭昭，务必保护好少帅的人身安全。怎么办呢，老爷？这宋柔儿，她到底什么来头啊？夫人，我刚才听说周昭是少帅啊！完了！他要是少帅的话，那宋柔儿就是少帅夫人呐！咱们这些年对他们做的那些，他是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，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。别着急，那个女的脸被毁了，现在又陷入昏迷，光凭一个玉佩和簪子，大帅应该无法确认他就是他要找的人。我们还有机会。老爷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我要在圣柔醒来之前，来个狸猫换太子。怎么样？回大帅，病人情况不容乐观，常年积劳成疾，身子本就孱弱，又外加常年被殴打虐待，旧伤未愈，新伤又来。大夫，求求你一定要救好我娘啊！昭昭不能没有娘啊！大帅，求求你救救我娘吧！只要能救好我娘，我给你们端茶倒水，伺候你们一辈子。昭昭，你快起来！没想到这些年你们受了这么多委屈，你放心，有本帅在，以后没人敢欺负你们。谢谢大帅，谢谢大小姐。昭昭，别客气，这些啊都是他欠你们母子俩的。昭昭还小，还不知道你们的关系。找最好的药，一定要给我治好他。大帅，身体上的伤我有信心治愈，但这姑娘因为过度思念，还患有心病，这心病我实在无药可解。以前我和娘经常干重活累活，还经常被打骂，可娘一直护着我，没有一句怨言。没想到这些年你们过得如此凄惨，是我不好。真是岂有此理！这妇友一家都该死！姐，你帮我看好柔儿，我得去要他们的命。报告大帅，属下已按照大小姐的吩咐，将郑家所有人都调查了一遍。是不是有更明确的证据，证明他们母子俩的身份了？快说！昭昭可能不是你的儿子。这块玉佩是我亲手交给柔儿的，她现在出现在昭昭手里，绝不可能有错。他一定是本帅的儿子。回大帅，属下不敢隐瞒，昭昭乃是寒冬腊月所生，这一点郑家和周围的邻居都能作证。青苍，前几年那场叛乱我记得很清楚，是在4月发生的。如果柔儿那个时候和你相遇，并且怀孕的话，应该是在次年2月出生，而不是腊月。我知道这些年你很心急的想要找到他们母子俩，但这事关顾家血脉，而且还是大帅的继承人，马虎不得。把郑府友给我叫过来，本帅要亲自审问他。是。说，昭昭到底是几月出生的？大帅饶命！我说，你要是胆敢骗我一个字，我要让你们血溅当场！不敢！昭昭是腊月出生的，具体日子是腊月24。那天晚上，雪下得很大，我们印象都很深刻。大帅，我说的都是实话呀！当时的7、8月份，她的肚子就已经开始变大了。女子10月怀胎，3月血下，时间确实对不上，他们有可能不是我们要找的人。
幸好当时给他灌了个胎药，导致早产，提前将孩子生了下来。那这块玉佩，还有这个簪子，怎么会出现在他们手里？小孩贪玩，这玉佩，肯定是昭昭从外面捡回来的，不敢说吧？那这两个一模一样的簪子，我该怎么解释？啊！大帅，这簪子的雕花纹路十分常见，在云州你随便找一个手巧的木工都能做出来。大街上到处都有卖的，而且还很便宜呢。您要是不信的话，您可以找人去看看。去，买几个回来。这。看来我们真的搞错了，他们不是我们要找的人。柔儿，你到底去哪儿？自从上一次百家庄一别之后，再见竟然如此困难。大帅，小人或许知道，你找的人在哪？小人认识一个从百家庄逃难出来的女人，或许她知道你要找的人在哪。百家庄逃难？没错，上次柔儿就是在百家庄被土匪洗劫之后，跟其他人逃难出去了。看来打听的消息是对的，不枉我花了那么多钱去打听当年的事。说，他们还有没有跟你说什么？听说，百家庄那个女人之前在战场上，意外的救过一个军官，2个人还生了一个孩子，只可惜后来2个人就再也没见过了。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？裴大帅，我倒是听他提过一句，好像是姓宋，叫什么名字？已经过去7、8年了，实在是想不起来。好，去，赶紧把她给我找回来。这事情未免太过于巧合，刚好政府有认识百家庄的人，还知道柔儿，我怕其中有诈。姐，你放心吧，虽然过去7、8年了，但我还是记得柔儿的模样。只要他们把她带过来，我一眼就能分辨真假。要是她敢骗我，必死无疑。就是可惜了昭昭，那么有孝心的孩子，却不是我们顾家的后人。姐，你要是觉得昭昭可怜的话，本帅可以把她带在军营悉心培养，日后必有一番成就。娘，大帅救了我们，以后不会再有坏人来欺负我们了。大帅，你怎么来了？昭昭，我是来看看你娘的，等找到夫人和孩子，我立马就走了。大帅，病人虽然伤势严重，但求生欲望强烈，意识已经开始恢复。刚才流出了一滴泪，应该是听到外界声音的反应。外界的声音？难道是我刚才说的？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？大帅不必担心，病人的身体已经有好转的迹象，最多3日能够清醒过来，脸上的伤也会很快就会恢复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我娘要醒过来了。大帅，政府有将您要找的人带过来了。走。柔儿，柔儿，真的是你吗？
大帅，柔儿这些年找你找的好苦，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们了。是我对不起你们。小凯，这是你父亲。父亲，小凯，乖。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对你们的。奇怪，为什么柔儿的面貌没变，但给我的感觉却和几年前不同？从她身上，我也感受不到昭儿带来的那种亲切感。大帅，当年我给了你一个一模一样的簪子，你说过会来接我的。当年送给你那个还在吗？在。是我多虑了，她就是柔儿。当初我说过要接她回家，这句话没有第三个人知道。没想到这小娘儿不仅跟宋柔儿长得像，脑子还很聪明，不枉费我花了那么多钱才找来。柔儿，你的玉佩是怎么弄掉的？当时土匪进村洗劫，我仓皇逃命，不知怎么就弄丢了。那你还记得玉佩上雕刻了什么吗？玉佩上雕刻的是瑞兽，我记得很清楚的。大帅，小凯从小跟我吃了不少苦，你不会是嫌弃我们出身不好吧？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们，我怎么会嫌弃你们呢？恭喜大帅找到了夫人和少帅，为大帅分忧啊，实在是我们的荣幸啊！这次你们有功，本帅将重重有赏。谢大帅。还好我们提前告诉了他们娘俩玉佩的细节，终于是蒙混过关了。既然这边事了了，那咱们早日回大帅府吧。昭儿，大帅，我明天回府里，今天过来看看你妈。为什么我已经找到柔儿了，可看到她还是感觉莫名的熟悉，还有种亲切的感觉？大帅，您在？她的纱布还有多久能摘下来？本帅想亲自看她的模样。回大帅，最多2天，她的脸就能彻底恢复。但如果提前拿下纱布，伤口一旦接触空气，可能会导致2次感染，到时候将无法挽回。那本帅再多待2天再回去。好。大帅，你怎么来了？娘，娘，不对，她不是我娘，但跟我娘长得好像啊。昭儿，你刚叫她什么？大帅，人家头好疼，你能不能去带我去见大夫？你是不是受了风寒？走，我带你回去休息。老爷，夫人。干得不错，没白费我花了那么多钱把你找来。老爷，我打听到了，那个女人过几日就会醒，只要少帅见到她的脸，我们的事情就会彻底败露。那怎么办呀？大帅要是知道我们找人骗他，他一定会毙了我们的。哼！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今晚弄死他，醒不过来。昭昭，我们马上就要离开了，你愿意跟我们一起走吗？昭昭，好男儿志在四方，保家卫国，相信你跟着大帅，一定能立下赫赫战功，成为受人敬仰的大英雄。
昭昭想当英雄，但昭昭不想离开娘，娘身子不好，需要照顾。好孩子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们可以带着你娘一起回去，到时候给你娘请最好的医生和保姆，这样你娘不会受人欺负，你也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。昭昭愿意，昭昭要和娘一起跟着你们。昭昭真的能成为像大帅一样厉害的人吗？当然可以。昭昭，这个是大帅小时候的木枪，现在姑姑把它送给你。谢谢姑姑。昭昭，你玩枪的样子简直和大帅小时候一模一样，看你还以为看到了大帅7、8岁的样子。昭昭，你告诉姑姑，你是几月出生的？具体几月，昭昭不记得了，但我娘好像说过，我是早产2个月生下来的，所以我娘身子一直不好。早产2个月？难道……啊，小凯来了。这把木头枪好帅，我也要。这个枪啊，是你爹小时候的，不过只有这一个。你想要的话，姑姑再买一把给你。不要，我就要这个。给我！你干什么？这个木头枪是姑姑给我的。给我，给我！你干什么？这个木头枪是姑姑给我的。给我，给我！小凯，不许胡闹！我不管，我是大帅的亲儿子，他的枪就该给我。他一个没爹的野孩子，凭什么拿我爹的东西？小凯，咱们现在是大帅的至亲，你更是万人敬仰的少帅，没必要跟这个野孩子争抢。昭昭可不一定是野孩子。姐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据昭儿所说，她早产2个月，如果正常出生的话，应该是2月份，那时间就对上了。姐，你的意思是，昭昭有可能是我的孩子？大帅，大小姐，小孩子最喜欢胡言乱语，不能信他的话呀！家人保证，昭昭绝对没有早产。那我们凭什么相信你的话？因为，昭昭其实是我的私生子。你说什么？大帅，小的不敢撒谎啊！7年前，那天晚上我喝醉了酒，不知道怎么就进了昭昭娘的房间，然后就有了昭昭。你骗人！昭昭才不是你生的。大帅，我说的句句属实啊！因为昭昭是我的孩子，所以我对他才比较了解。昭昭绝对没有早产。这件事情还有谁能证明？我能证明。大帅，昭昭娘来我们家的时候，老是和老爷眉来眼去的，不久就怀孕了。徐管家他亲自看到她勾引老爷的。我娘才不是那样的。这件事情，你们之前为什么不跟我说？这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。大帅，您亲自登门，我们打心眼里高兴，自然是不想让你对我们印象不好啊。是，之前之所以瞒着一直没说，是因为他脾气太暴躁了。万一知道跟我闹的话，我怕你们这些大人物会笑话。况且现在大帅已经找到夫人和孩子了，其他人自然就不是你要找的人了。大帅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柔儿了？你要是不喜欢我们的话，柔儿这就带小凯走，也没必要这个样子。没有这样，柔儿。你们骗人！娘，你快醒醒吧！现在有个长得很像你的人，大帅现在可喜欢他了。娘，你醒醒吧！
娘，大帅已醒经起醒吧！醒了，一定不能让这娘们儿醒来。大帅，我娘刚才咳嗽了，好像快醒来了。娘，你终于醒来了。青苍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怎么会知道大帅的名字？你认识我？是我，青苍，我是柔儿。柔儿？你说你是柔儿？你是柔儿，那我是谁？你怎么会？大帅，你千万别相信他的话，我才是你的柔儿。秦苍，我才是柔儿。7年前我们曾约定好，你说过一定会回来找我的。我不管你冒充我究竟有什么目的，但假的终归就是假的，就算你演的再像，也没有用。大帅，这个女人连面目都看不清楚，就敢冒充我，她肯定是别有用心想接近你，你可千万别相信她的话。秦苍，我真的是柔儿。我明明连她的脸都看不见，可我为什么总觉得她的眼睛有种很熟悉的感觉？军医，他还有多久能摘下纱布？回大帅，病人现在虽然已经醒来，但脸上的伤还未完全痊愈，提前解开纱布可能会有2次感染的风险，到时将无法恢复。既然这样，大帅认不出我。不可！秦苍，这下你总该相信我才是柔儿了吧？娘，你的脸。就你这张脸，也好意思冒充我？你真以为大帅的眼睛是瞎吗？秦苍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是柔儿。这么多年，我每天都在想你，等着你平定了叛乱之后，来接我和昭昭回去。昭昭，他就是你的父亲。娘没有骗你吧？昭昭才不是没有父亲的野孩子。大帅，我跟小凯这7年来受尽了别人的欺负，每天吃不饱睡不暖，还要没日没夜的工作。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你了，你现在要为了这个看不清脸的丑八怪抛弃我们母子吗？此事必有蹊跷，他们2个中有一个是冒牌货，一定要调查清楚。你们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调查清楚，谁是冒牌货，谁后果自负。军医在，他脸上的伤大概多久能恢复？本帅要亲自看见他的模样。回大帅，现在伤口接触了空气，想要完全恢复，可能要1个月左右。1个月？现在战事要紧，本帅等不了那么久。大帅，还有一个办法，属下有一种特殊的药膏，或许能快速让姑娘恢复。只不过，非不得已不得使用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可能会有毁容的风险。我愿意一试。半小时已到，姑娘可以尝试慢慢把脸洗干净。
竟然跟柔儿姑娘一模一样。原来是你！我说呢，刚才怎么看你这么眼熟？我认识你吗？大帅，这个人是我表妹，从小就跟我十分相像，导致外人经常把我们认错。你胡说！我父母去世的早，从小到大就是我一个人，我根本就没有什么表姐。事到如今还想抵赖吗？大帅，这个人在我们百家庄是出了名的贱人，从小到大就打着我的名号坑蒙拐骗，现在还想冒充我来讨好你。明明是你冒充我，百家庄的人都知道，我根本就没有什么表姐，一直都是一个人生活。你们谁才是真正的柔儿？大帅，我是柔儿。秦苍，我才是柔儿。我是柔儿。我才是柔儿。某些人还真是不知廉耻，之前在村子里就一副可怜兮兮的，但凡有钱的男人都勾引和变，现在在大帅面前还想用这种下三滥的手。我没有。秦苍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勾引任何人。要不是见识过郭美子的手段，差点就信了。大帅，当年就是他趁我醉酒后强行把我拉进他的房间。平日你们一家欺压虐待我和昭昭就算了，现在还想毁我清白，你还是不是人？爹爹，我娘没有骗人，我从小就听她讲你们两个当年的故事。我有证据能证明，我说的话都是真的。秦苍，你还记得你当年送我的那块玉佩吗？还有我的簪子，那是我们交换的信物。对，就是这个。你说过，这块玉佩跟随你征战多年，是你的护身符。没错，我之前是说过这句话。原来你才是真正的柔儿。大帅，这句话我也记得。当时土匪冲进百家庄的时候，我只顾着逃命，肯定是他趁乱偷走了我的玉佩。我没有，7年来，这玉佩我一直随身携带，这上面的每一处纹路我都摸过无数遍，怎么可能会是偷你的？我娘没有撒谎，前段时间我娘刚想把玉佩给我，就被乐乐抢了去。仅凭你们2个人的对话，没办法判定谁是真正的柔儿。这样吧，我再去找几个百家庄的人出来当面对质，就知道他们2个到底谁在说谎。去，把他们带过来。是。大帅，人到了。见过大帅。你们都是百家庄的？回大帅，俺叫陈铁牛，在百家庄生活了30年。我们也是百家庄逃难出来的。你们认识这2个吗？认识，他叫宋柔儿，旁边那个是他表妹。他表妹可不是啥好人啊，逃难的时候还偷了他的玉佩。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他不仅爱偷东西，还经常勾引野男人回家快活，都不知道和多少男人生孩子了。对，他之前就勾引过我。秦苍，我没有做过这些事，请你相信我。把他给我拖下去关起来。秦苍，秦苍，你们放开我娘，放开她！大帅，他冒名顶替我，之前还经常欺负我，你一定要为我做主。他们3个说的话未免也太巧了吧？你们3个下去领赏吧。谢大帅。说，今天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说，别让我进眼。我说，有人给我们钱，让我们这么说的。别的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呀，金爷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。昭儿，你才是大帅的亲儿子，找机会一定跑出去跟大帅说清楚。知道了。都死到临头了，还想着大帅呢？
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当然是送你们上路了。只要活着一天，就还得提心吊胆。我可是大帅夫人，你们敢伤我？大帅夫人，你确实是大帅夫人，可有谁知道呢？那个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，才是大家公认的大帅夫人。告诉你们吧，她就是我们花钱找来顶替你的。等大帅一走，哼，这个秘密呀，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。放手！放开！张张！你要是敢杀我们的话，大帅知道了一定不会饶了你们的！变成鬼，让大帅告状去吧！给我住手！大帅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大帅呀！这个女人胆敢冒充你夫人，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呀！就想着惩罚一下她，所以就想着……你还敢狡辩？刚才所有的事情我都听得一清二楚。大帅，你们不是已经回府了吗？我们要是回去了，还怎么抓你们现行？娘，醒醒啊，娘！娘，你怎么了？他为什么要杀昭昭娘？难道在害怕什么？把他们两个给我拖下去毙了！大帅饶命啊！大帅饶命啊！大帅饶命啊！秦苍，委屈你了。把人给我带上来。大帅，你这是……所有的事情我都已经知道真相了，你最好给我老实交代，否则你跟他们两个一样的后果。大帅饶命！都是他们两个指使我顶替宋柔儿的，我只是拿钱办事。大帅，你就饶我一命吧！把他给我带下去，军法处置。大帅，你就饶我一命吧！昭儿，昭儿，是我不好，以后没人敢欺负你们了。我现在就带你们回大帅府。没想到这么多年，你和昭昭受了这么多委屈，是我不好，没有早点找到你们。秦苍，我知道这么多年你一直在找我和昭昭，如今我们一家人团圆了就好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父亲，昭昭好久没看到我娘像今天这么开心了，昭昭也很开心，以后再也没有人说昭昭是没有爹的野孩子了。昭昭，等过段时间你们住习惯了大帅府，爹啊就给你找最好的军校，到时候你去上学，到时候昭昭也好顶替我的位置。好耶，昭昭也要成为像父亲一样的人。好，昭昭，爹啊教你怎么去打手枪好不好？好。爹是这样的吗？来，枪口再抬高一点。对了，昭昭，你真棒，真想一辈子陪着他们过这样的生活。大帅，前线急报。昭昭，到娘这儿来。大帅，前线吃紧，内忧外患，目前已经有不少将士叛逃投敌。现如今，整个战线的防线已经向后撤退了100多里。不仅如此，现在队伍里都在传，您这些年只顾着寻找自己的夫人和孩子，早就忘了将士们。大家怨声载道，将士们士气低迷，甚至有些人已经开了小差。此事事关重大，本帅必须亲自前往前线，彻查队伍内部，以便鼓舞军心。秦苍，我们一家人才刚团圆，你又要走了吗？父亲，你能带我和娘一起走吗？柔儿，昭儿，虽然我也很想和你们在一起，但这战场不比大帅府，枪炮不长眼，敌人随时可能会发动袭击，而且
现在对我还有不怀好意的人。我不怕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就算是死我也愿意。昭昭也不怕，昭昭会保护好娘的。这前线太危险了，而且我还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们，绝不能让你们跟着我去冒险了。可是，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这前线的情况，我现在还不太了解，多则1年半载，少则1-2个月都有可能。柔儿，不过你放心，等我处理完前线的事，我一定会第一时间赶回来接你们。千万注意安全，我和昭昭在这里等你，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。好，我会的。事态紧急，我得先走了。娘，昭昭想父亲了。昭昭乖，昨天你父亲刚走，他是有大事要做，我们就安安心心的在这里等他回来。等咱们到家了，娘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红烧排骨。好。杨女士，这里不让进。为什么？这里可是堂堂大帅府，岂是你们这种人想进就能进？大哥，你搞错了吧？这里是我家啊！我们今天早上刚从这里出来，你看，我们刚买完菜回来。你说这是你家？做梦了吧？这里就是我和我娘的家。是啊，这位大哥，之前站岗的好像不是你。我是陈团长的亲兵，大帅走后带走了所有警卫连，现在由陈团长全权负责大帅府的安保工作。你说这是你家？你什么身份啊？我是你们大帅的夫人，这位是你们的少帅。你说你是大帅夫人，我还说我是大帅兄弟呢。我知道有很多女人都幻想成为我们大帅的夫人，可你这也未免入戏太深了吧？我真的是你们大帅夫人，大帅可能是昨天走得太急了，忘了跟你们说了。别自欺欺人了，整个大帅府谁不知道顾大帅单身多年，从来没娶过夫人。这玉佩是你们大帅的护身符，他连这个都给我了。这下你总该相信我的身份了吧？这玉是块好料子，但你说这是大帅给的，谁信？谁知道是从哪来的？这玉佩就是我爹给我娘的。去，哪来回哪去啊！别在这搞事！你到底要怎样才能相信我是大帅夫人？你烦不烦？我们大帅根本就没有夫人，就算有，也该是陈小姐。你一个村妇还带一娃，也敢冒充大帅夫人？陈小姐是谁？陈小姐可是我们军营的银花，你连陈小姐都不知道，还敢冒充大帅夫人？不管那个陈小姐有多漂亮，大帅也不会喜欢她的。大帅只会喜欢我娘一个人。小鬼，你找死别带上我！敢议论陈小姐，不要命了！赶紧走吧，陈小姐听见你们就惨了。这位大哥，这么说，这位陈小姐很厉害？何止是厉害，陈小姐的父亲可是陈团长。他哥哥是大帅手底下的得力战将，鼎鼎大名的冷面杀手陈督军。他们谁啊？陈小姐。昨天大帅刚走，带走了府上所有的警卫连，现在大帅府的安保工作就完全交给我们团了，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。是，陈小姐。你就是陈小姐，长得果然漂亮。好可爱的小朋友啊！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昭昭没事，陈小姐给的糖你就拿着吧。谢谢陈小姐，真可爱。我要是给大帅生一个这么可爱的小朋友，他应该会很开心吧？陈小姐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秦苍的夫人。陈小姐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秦苍的夫人。你说什么？你再重复一遍。陈小姐，我是秦苍的夫人，7年前我们就已经私定终身，他就是我们的孩子。你说他是大帅的儿子？给我拿回来！你们两个7年之前就认识了？对，不错，我们之前一直在云州，昨天我们还待在一起。你想干什么？你知道上一个在我面前冒充大帅夫人的，
最后是什么下场吗？我不管是什么下场，但是我是大帅夫人这件事，我绝不会退让。我不管是什么下场，但是我是大帅夫人这件事，我绝不会退让。好，很好。你凭什么打我娘？娘，你没事吧？我警告你，不要以为自己有几分姿色，就想着在这儿勾引大帅。你这样的女人，我见多了。只要有我陈潇潇在，你们都别想得逞。我现在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的手段。坏女人，不许欺负我娘！小东西，给我滚开！小秀连一块儿打！我不管你是谁，你敢在大帅府门口动手打我，你不怕大帅回来治你的罪吗？你是在威胁我吗？我陈潇潇从小到大还没有人威胁过我。我父亲是集团军团长，我哥哥是大帅手下的红人督军。你觉得大帅会为了你这么一个不相干的普通民女来治我的罪？有句话叫做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你不要对自己的身份太自信。我的身份比起大帅是算不了什么，但捏死你们娘俩，还真就和捏死蚂蚁没什么区别。我可是少帅，你要是敢欺负我的话，我爹回来饶不了你。你要是少帅啊，那我就是大帅亲娘。陈小姐，这可是大帅府门口，咱要谨言慎行。我陈潇潇做事还用得着你来教？属下不敢。陈小姐，我劝你一句话，这件事到此为止的话，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但你执意要这般为所欲为的话，小心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还敢威胁我？我今天就告诉你，别说打你一巴掌，就算我今天一枪毙了你，那也是你造谣抹黑大帅应有的惩罚。大帅回来了，也不会怪我。我不想在这里跟你争论，这里是我家，让开，我要回家。娘，这是我的玉佩，还给我！这玉佩是大帅的妹妹，你竟敢偷大帅的玉佩，我看你嫌命长了。陈小姐，这真是大帅的东西。刚才这女人拿出来的时候，我还以为她说胡话呢。没错，这是大帅的瑞兽玉佩。前些年我曾经见大帅戴过，但后来就没再见过。原来是被你这个贱人给偷了。我没偷，这是大帅心甘情愿送给我的。你做梦！这是大帅最珍爱的东西，我连摸一下都不行，怎么可能把这么重要的东西给你这个贱人？你做梦！这是大帅最珍爱的东西，我连摸一下都不行，怎么可能把这么重要的东西给你这个贱人？你这个坏女人，凭什么骂我娘？怎么？不仅他是贱人，连你也是个小贱人！我们和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连带着我和儿子一起骂？秦苍喜欢谁给谁玉佩，那是他的自由。你要是不服，就去找他说教。你找死！娘，给你，把我的玉佩还给我！这是我的东西，凭什么给你？你竟敢摔碎大帅最重要的东西！你胡说！明明你非要上来抢，所以才摔碎的。这对母女偷盗大帅玉佩，你故意将其打碎。来人，把他们俩给我关起来，听候大帅发落。是。别碰我，松开！敢跟我作对，我让你这辈子都见不到大帅。走。住手！父亲，这里可是大帅府门口，大帅刚走，要时刻注意影响，别胡闹。先松手，有什么情况进去再说。今天算你运气好，还真给你进了这大帅府。
好好看看吧，毕竟你也只有这一次机会。恐怕要让陈小姐失望了。虽然我来大帅府时间不长，但秦苍也带着我逛了一遍，该看的我都看过了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敢直呼大帅的名讳？回团长，我是秦苍的夫人，这位就是我们的孩子。看这个孩子也有7、8岁了吧？你是说你和大帅7、8年前就已经……是的，7年前秦苍被叛军追杀，是我将他救了下来。不可能！这位姑娘，你会不会是搞错了？大帅早就已经有婚约了。你这消息倒是挺准确的嘛，知道大帅7、8年前被叛军追杀失踪过一段时间。大帅昨天前脚刚走，你后脚就来冒充大帅夫人了。我没有冒充，大帅不可能有婚约在身，一定是你们骗我的，有证据吗？哈哈哈哈哈！证据？我告诉你，我是大帅的老丈人，还要什么证据？不可能啊，这不可能！你们骗人！我父亲对我们这么好，怎么可能做对不起我娘的事？整个军营谁不知道，大帅和我们陈小姐才是天生一对。你一个乡下来的村妇，也敢上来凑热闹？他也就只敢趁大帅不在。要是大帅在场，知道他冒充自己夫人，估计他这会儿已经被丢进森林里喂野狗了。听到了吧？大帅只能是我陈潇潇一个人的。识相的话，现在给我跪下，磕头认错。我可以考虑今天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我又没做错什么，凭什么道歉？这件事我从未听你父亲提起过，一定是他们瞎编的。昭昭，别信他们。还在这自欺欺人呢！大帅是什么身份？就算有夫人，那也是门当户对才行。怎么会看上你这个村妇？退一万步来讲，就算大帅不在乎身份，那他肯定会把自己夫人孩子带在身边。这么多年，我们为什么没见过你？因为我们失散了。这7年来，他一直在找我们。前几天就是他把我们接回来的。够了！我看你就是诚心想破坏大帅的家庭关系。我告诉你，敢破坏军婚，信不信？现在我让你吃枪子儿！我真的是秦苍的夫人，你可以派人去前线找大帅问清楚。现在前线战事紧张，大帅正在亲自指挥，你觉得他有功夫来分析处理这种小事吗？如果真的因为你的事而贻误了战机，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？昨天秦苍走的如此匆忙，肯定是前线出了大问题。这个时候确实不应该去打扰他分析。大帅刚刚离府，我不想大帅府见血，不吉利。你要知趣的话，现在赶紧离开还来得及。娘，昭昭不想离开这儿，昭昭要在这儿等父亲回来。这里就是我们的家，我们哪儿也不去。这里就是我们的家，我们哪儿也不去。父亲，你看看他们，真把自己当成是大帅府的主人了。这传出去的话，我的面子往哪儿放呀？哼，敢当着我陈卫平的面让我女儿下不来台，我看是不想活了。等等，我有证据能证明我说的话都是真的。父亲，他一个乡下来的农妇，我有什么证据？你快下令打死他！潇潇，你也知道，大帅最不喜欢有人在他府上动刀动枪的。咱们要想动他，一定得有充分的证据。先听听他怎么说，大帅万一问起来，咱们也好有个交代。那行吧，我倒看看他能耍什么花招。好啊，我看你们娘俩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有什么证据拿出来啊！秦苍昨晚走之前写了一封信留给我，现在就在房间的抽屉里，我可以带你们过去看看。对了，看看是耍什么花样。
行啊，对大帅府的内部结构这么清楚，以前没少偷偷混进来吧？这么多房间，你一下子就找到了大帅的办公室，还说玉佩不是你偷的。我再说一遍，我没偷，这是秦桑给我写的信，你自己看。竟然真的是大帅的字迹，现在相信了吧？这是秦桑的亲笔信，如假包换。这不可能！我们认识20多年了，他上战场前从来没有多写过一封信，怎么会给你写？你这个坏女人，赔我父亲的信！你别以为找人模仿了大帅的字迹就能蒙混过关。秦桑回来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别骗自己了，你这种人啊，也只能附托大帅的玉佩，模仿下大帅的字迹罢了，真是可悲。看好了，什么才叫证据？这照片是什么时候的事？3年前吧，我来大帅府喝茶，大帅非要跟我合照，说什么要留个纪念。娘，父亲真的不爱我们了吗？不会的，只不过是一张照片而已，说明不了什么。我劝你有自知之明的话，就赶快带着这个小贱种在我面前消失，否则一切后果自负。你说谁是小贱种？我警告你，说我可以，别说我儿子，请你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。还挺厉害嘛？怎么还想着给这个小贱种撑腰啊？就你这种女人，根本配不上秦苍，能配得上他的只有我。是吗？可我怎么看照片上，秦苍好像不太乐意跟你合照啊？该不会是你求着秦苍，他才不耐烦跟你拍了一张吧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你自己心里清楚。照片上明显秦苍不开心，只能是你一厢情愿了。来人，把他们俩给我拿下！是。昭昭别怕，父亲会回来为我们做主的。放开我们，我自己能走。父亲，这个贱女人不仅偷了大帅的玉佩，还模仿大帅的笔记写信，刚刚还欺负我！我要你现在就下令毙了他们！大胆，竟敢以大帅的名义伪造书信，并且对军官不敬，把他们2个给我押入大牢！快放开我！我说的有没有错？你们凭什么抓我们？放开我！敢欺负我跟我娘，等我父亲回来，饶不了你们！快放开我娘，不然我就开枪了！就你拿了这把小破木枪就想救你娘，让你看看什么是真家伙！我再给你们最后一个机会，到底认不认错？我没错。好，那你们俩就给老子去死！都给我住手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大帅前脚才刚走，谁允许你们在这动枪的？张副官，你有所不知啊，主要是这个女人强闯大帅府，偷大帅的东西，还敢对大帅不敬，所以我们才勉强对她惩戒一下。放肆！谁这么大胆子？活你！怎么会是夫人？我刚才竟然对着夫人大吼大叫。哎，张副官，您没事吧？哪里不舒服？张副官，您作为大帅的副官，应该知道大帅有一块真爱的玉佩吧？那是自然，那块瑞兽玉佩跟随大帅出生入死10几年，自然珍贵。可是现在有人打碎了它。这真是大帅的瑞兽玉佩？这是谁干的？就是他。这个女人偷了大帅的玉佩，一大早来这儿冒充是大帅夫人，被我识破了，就气急败坏的把玉佩摔碎。我没有偷，而且刚刚明明是你抢了玉佩才弄坏的。你胡说！我向来对大帅东西爱护有加，
怎么可能摔坏他心爱的玉佩？就是你摔坏了玉佩！你个小贱人，看我撕烂你的嘴！张副官，你躲开点，小心别伤着你。陈小姐，大帅前脚才刚走，您敢在他府上这么做，这不合适吧？张副官，你让开！我今天必须要教训他这个小贱种！张副官，你弄疼我了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今天只要有我在，你们别想动他们。张副官，你为什么这么维护他们？大帅说过，现在队伍内部有不少人心怀异心，在不确定谁是内鬼之前，还是不要暴露夫人和少帅的身份为好。我做事自有我的分寸。父亲，难道我今天委屈就白受了吗？我要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冒充大帅夫人的贱人在我面前耀武扬威吗？哼，张副官，虽然你是大帅的亲信，但今天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横插一脚，这样有点说不过去吧？这些都是误会，他们是无辜的，不要再冤枉他们。张副官，你怎么就知道玉佩不是他偷的？另外，你这么明目张胆的偏袒一个外人，要是大帅知道会是什么后果，你自己也清楚吧？一切都等大帅回来再说。总之，今天你们不许动他。张副官，你这么积极的护着他，是不是你们两个之间有点什么？住口！住口！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知不知道他们是什么身份？他的身份我还真不知道，不过我觉得你都不知道你是谁了吧？姓陈的，敢在大帅府对我动手，你这身衣服是不想穿了是吧？老子可不是吓大的，我给你面子，叫你一声张副官。哼，你不过是大帅身边的一个亲兵而已，论官职，论军衔我都比你高，你凭什么对我指手画脚的？你带昭昭先走，这里的事由我来解决。你们今天一个都别想走！你们想造反吗？他们娘俩的身份可不是你们能动得了的。她一个民女能有什么身份？倒是你不在大帅身边待着，一个人回来干嘛呀？我是奉大帅之命回来取机密文件的。空口无凭，我现在怀疑你和这个女人早有私通，你们两人一个里应，一个外合，是专门回来偷盗大帅的玉佩的。说不定这孩子就是你们两个的。胡说八道！张副官只是不想让你们一错再错。怎么，这是被我识破了私情，着急了？你们要是再这么胡搅蛮缠下去，等大帅回来，你们会后悔的。那我们就等着看看，到底是谁后悔。来人啊，把这个勾结外人、吃里扒外的家伙给我抓起来，到大帅回来处置。我此次来可是有要事在身，谁敢动我，耽误了时间10个脑袋不够掉。吓唬谁呢？我儿子可是督军，谁敢动我？至于他们两个，我抓起来，严加拷问，动用一切手段，问出他们接近大帅的目的是什么。事到如今，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先保住夫人和少帅再说。你们不能动他。怎么，就因为他和你有私情，所以我们就不能动他？你未免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？因为她是大帅夫人。大帅这些年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他们，你们竟然如此对待他的夫人和孩子。就算被我识破了私情，你下边也变得像一点吗？这些年来，多少美女佳人主动向大帅投怀送抱，他看都不看一眼。就他这样的，也配？秦苍这些年是为了找我才拒绝其他女人，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。你就说我堂堂一个军营大小姐，还比不过一个你乡下来的村妇有魅力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你得去问大帅。
别的昭昭不知道，但大帅在娘面前从来没有冷漠过。把他们俩给我压下去，我要亲自动手。放开！张副官，做事情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。你这么一个女人，得罪我和督军，划得来吗？以后要多少有多少，别把自己挂死在这棵歪脖树上。我再说一遍，她是货真价实的大帅夫人。好啊，那就把这位大帅夫人给我带下去，她是你们两个的了，好好伺候伺候。谢陈小姐，住手！放开！这就是和我陈潇潇作对的下场。哼！都给我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你们还真是好大的胆子！秦苍刚走，就在我顾家府上耀武扬威。大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回我自己的家，还要向你禀告一声吗？啊，不敢不敢。现在大帅府的安保工作，全由小人负责。所以您回来的话，跟小人说一声，我也好出去迎接您啊。柔儿，你没事吧？姑姑好，昭儿好。他到底是什么人啊？大帅的姐姐对他都这么客气，这不可能啊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大小姐，就是这个贱女人，说大帅府是她家，还说自己是大帅夫人，还偷了大帅的玉佩。给我闭嘴！大小姐，你怎么能这样做呢？就在潇潇刚才的举动有些逾矩，但她也是为了维护大帅呀。再说，不，咱们两家说不定还是亲家呢，你怎么能为了一个外人打潇潇呢？姐姐，我没有偷秦苍的玉佩，而是他把玉佩打碎的。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会如实转告给秦苍，某些人也一定会为他的行为负责。他们到底是什么人？他们就是大帅夫人和少帅。他们真的是大帅的亲人？怎么会？大帅这么多年从来不近女色，怎么会突然多个夫人出来？秦苍之前是有些不解风情，但那是之前。自从认识了柔儿，他满心满眼都是柔儿。大小姐，这个女人到底和你和大帅灌了什么迷魂汤？这到底看上她什么？我劝某些人最好有些自知之明，在秦苍心里，你连柔儿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还有，我们顾家是绝对不会和你结为儿女亲家。来人，这对妇女藐视军纪，仗势欺人，官职各降一级，拖出去打50军棍。啊！大小姐，饶了我们吧！再有下次，从严处理。大小姐，在下还有要务缠身，就先走了。柔儿，这次又差点害你受委屈了，都怪秦苍，走之前也不把你的身份交代出来。没事的，姐姐，不怪秦苍。昭儿也到了读书的年纪了，秦苍已经跟军校那边交代好了，马上就送他过去。还有，我得到消息，秦苍这次很顺利，马上就要回来了。柔儿，我回来了。秦苍，我好想你啊！快让我看看你有没有受伤啊！你放心吧，我答应过你的，一定会平平安安的回来的。昭儿呢？他去学校了，老师们都夸他是个好苗子，说以后肯定能接替好你的位置。对了，柔儿，自从接你回来之后，没有好好花时间陪你，也没给你送件像样的礼物。只要能见到你，我就已经很知足了。我回来的路上看见一款项链，我猜你一定喜欢。走，我带你去看看。这些天里发生过这么多有趣的事啊！柔儿，你要喜欢听的话，回头都讲给你听。呀，阿柔，那个珠宝我已经付过定金了，就等着你去试戴了。
你们这最好的珠宝项链在哪？这条星辰之泪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，由99颗珍贵的宝石组成。柔儿肯定会喜欢的。好，那就这个。等会儿我带夫人过来试试。好的，那您先交一下定金，我帮您把这串项链先留着。给。那颗星辰之泪，你肯定会喜欢的。走。大帅，报告大帅，陈卫平带兵谋反，事态紧急，需要您赶紧去处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抱歉，柔儿，我这才刚回来，又有事情要去处理。我保证，我会很快回来的。没事的，秦苍，你身为大帅，有时候身不由己，我能理解。我就在这里等你回来。好。啊，这是那个珠宝项链定金的收据，拿着先去试戴一下，看喜不喜欢。我很快回来。又一个没钱进来闲逛的人，真浪费时间。你好，这个手链可以拿下来看看吗？沈小姐，您来了。今天想看点什么？他谁呀？怎么之前从来没见过？不知道，估计是哪个村里刚进城的。反正看着面生。哎呀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这好歹也是数一数二的珠宝店了，平常来的不是达官就是显贵，能不能别什么人都放进来，掉档次？那沈小姐的意思，我现在把她赶出去？算了吧，本小姐今天有急事儿，替我找一件项链。好的，沈小姐，这边请。怎么还是这些老样子啊？没有点时兴的款式？主要是我家督军快回来了，我想着打扮得漂亮点。原来是督军大人快回来了，那您确实得带点好看的，才能衬托出您的美貌。沈小姐，这个怎么样？齐看。沈小姐，这个怎么样？是我先来的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去，这种地方不是你这种人能随便逛得起的，别浪费我的时间。你怎么知道我逛不起？凭什么看不起人？这里随便一件首饰，你不吃不喝10年都买不起，赶紧走，别妨碍我做生意。不太满意。沈小姐，来看看这个。哎，那个不错，拿来瞧瞧。沈小姐，这条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，星辰之泪。怎么，怕我买不起啊？啊，不，您作为督军大人的未婚妻，肯定买得起。只是这条项链已经被别人订了。看来这条就是秦苍说的星辰之泪，果然好看。这条项链已经被别人订了。订了？被谁订了？岂有此理！居然有人敢抢我沈月的东西！我有的是钱，这些都可以给你。今天这条项链我要定了。沈小姐，但我已经收了那人的定金了，而且那人好像也是个军官，看起来挺不好惹的，我害怕。怕？有什么好怕的？那军官能有多大？他能有我家督军大人大吗？你放心，有我和督军在，谁也翻不了天去。这就是星辰之泪吗？真是漂亮。你干什么？赶快把你的脏手给我拿开！把项链还回来，被你碰脏了，本小姐饶不了你。得寸进尺了你，没赶你出去已经算仁至义尽了，你竟然还敢上手摸星辰之泪！你怎么知道这条项链不是我的呢？就你，这条项链全世界仅此一条，多少人有钱都买得到，更何况你这个穷人。你就这么确信？
能来我们这里的都是些达官贵人的夫人，我们彼此之间都是熟客。我可从来没见过你这么一号人，不是乡里来的穷亲戚是什么？别跟他废话了，一开口空气里都是一股穷酸味儿。说吧，项链多少钱能卖给我？这项链恐怕你多少钱都买不了，因为这是我的。他说这条项链是他的，他不会以为是他们村的杂货铺吧？就这么跟你说吧，这星辰之类的价值，对于90%的贵妇来说都买不起，对你这样的人来说更是天文数字。我是买不起，但我也没说我要自己买。我未婚夫愿意买给我，就是他让我过来试戴的。你未婚夫买这个？没错，只要我喜欢，他待会儿就过来买。你未婚夫知道你这么蠢吗？你刚才不会听到沈小姐的未婚夫是督军大人，人家有这个实力，你就觉得自己未婚夫也能买得起吧？哎呀，不是所有女人都像我这么好命，能嫁给督军大人。做人呐，得认命。你说的不错，我的未婚夫确实不是督军大人。哼，看来你还没有疯得彻底，我还以为你要说督军是你的未婚夫呢。他现在说什么我都不觉得奇怪，毕竟他连星辰之泪是他的这种话都说得出口。你口中的督军大人是不是陈卫平的儿子，大帅手底下的那个？你怎么知道？我知道了，他肯定是拼了命的想融入名流贵妇的上流社会，所以才拼了命的调查你们这些大人物的行事，好装作一副自己很懂的样子。就算再想融入上流社会，督军的父亲陈团长的名讳也不是你这种人能够直呼的。忘了告诉你了，他现在已经不是团长了。你还不知道吧？陈卫平得罪了大帅的姐姐，现在已经被降级成营长了。沈小姐，陈团长什么时候被降级撤职了？哪有这回事啊？这么机密的事儿我都不知道，他一个外人又怎么得到的消息？我不光知道他被降级了，而且还知道他带人叛乱，现在正被大帅带着集团军的人追杀。怎么可能？陈团长怎么可能会被大帅追杀呢？这件事要是真的，沈小姐，你快回去找督军大人看看吧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想赶我走，让我回去核实情况，你好找机会把星辰之泪弄到手是吧？我说的都是真话，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我不会让你得逞的，这条星辰之泪我势在必得，就算陈团长被降职、被追杀又能怎么样？只要督军还在其位就够了。没错，只要沈小姐还是督军大人的心上宠，这条街上就没有女人能比得过你。既然这样，谁才最配得上这条星辰之泪？这条项链戴在沈小姐脖子上自然是最好不过的，只是什么？不就是有人交了定金吗？大不了我付双倍定金给你，你再赔给他就好了呀。沈小姐，我们店有规定，定了的首饰不能随意变卦更改的。我要不给您换一条别的，保证您戴着一样好看。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？规定是给普通人的，我可是督军夫人，我说了算。这条项链我要定了。要不这样吧，沈小姐，等那位军官大人来了，我把您的想法转告给他，如果他愿意的话，我一定把这条项链打包好给您送到府上。沈小姐，我一定会说明您的身份，那位军官一听到你是督军大人夫人，肯定就不会再跟你争了。说的也是，那好吧。那个人什么时候过来？他说今天会带夫人一块逛逛，应该很快就会来。行，那我呀就在这等着他。我倒是要看看是谁要抢我沈月的东西。不用等了，我就是那位军官的夫人。这星辰之泪我很喜欢，绝不会让给你的。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啊！怎么我们说什么你就要跟着说什么？你到底是有多想融入上流社会呀？
我可没工夫融入什么上流社会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昨天预定这条星辰之泪的，就是我未婚夫。昨天那位军官说的是带夫人一起来，他要是你未婚夫的话，肯定会带着你一起来。那他现在人呢？反正什么军官未婚夫我是没看到，我只看到一个身份卑微赖着不肯走，可怜巴巴在这儿的乡巴佬。我未婚夫位高权重，刚刚他还跟我在一起，只不过是突然有急事需要处理而已，他很快就会回来的。哟，装的跟真的似的，听见了吧？军官未婚夫，位高权重，事务繁忙，不知道的以为他才是督军夫人。沈小姐，您真会说笑，您可是留过洋的，不管是思想文化还是气质外，都不是他能比。跟他站在一块儿，督军大人估计看都不可以多看他一眼。说的也是，像他们这种地位越高、事业越成功的男人呀，眼光也就越好。你这种庸脂俗粉，就算被军官看上了，也是个芝麻官。是啊，哪里能比得上沈小姐您？能嫁给大帅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督军呢？那如果我说我的未婚夫就是你口中的大帅呢？你还会像现在这样咄咄逼人吗？你见过大帅吗？知道大帅是谁吗？我看你是想当贵妇想疯了。别说是见过大帅了，就连我呀，也只是在督军的引荐下远远看过他一眼，更别提你了，应该连大帅的名字是什么都不知道吧？那恐怕要让两位失望了。我不仅知道大帅的名字，而且刚从大帅府出来，而这星辰之泪就是大帅送给我的礼物。你从大帅府出来，你真看得起自己？知道每天出入大帅府的都是些什么人吗？普通人都别说进去了，就是在外面看一眼，搞不好都得挨枪子儿。我唯一一次去大帅府，还是督军带我去的，就这还在外面等了好几个小时呢。像你这种人，估计进去打扫厕所都要被轰出来了。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，可以找人去打听打听，看大帅1个月前是不是带回来一个女人。大帅带回来过女人？没听说过呀。经常来这的名流都说大帅一直是一个人。我也没听督军说起过有什么女人。大帅不是一直对女人不感兴趣的吗？大帅并非像外人说的那样对女人不感兴趣，他只是对除了我以外的其他女人不感兴趣。行了，别吹牛了。我知道你想成为大帅的女人，来我这的哪个女人不想成为大帅夫人？这种事晚上睡觉的时候想想就好。是啊，谁不想进大帅府啊？要不是我见不到大帅，我也想去追求他了。虽然我家督军也很厉害，但跟大帅比起来，还是小巫见大巫。沈小姐，您都有督军大人宠着了，要还是不满足的话，不如找机会去找大帅，把督军大人介绍给我认识认识。哎呀，你想得美！督军大人可是我的，至于大帅嘛，我也就惦记惦记。反正我是没这个福分了。看见了吗？就连沈小姐这样的天之娇女，都只能对大帅望而兴叹，还不知道有多少豪门千金想尽办法都见不到大帅一面。你也配说自己是大帅未婚妻？我是不是大帅的未婚妻，你们很快就知道了。这条项链我要试戴一下。干什么？给我住手！你还蹬鼻子上脸了？我说了，这条项链已经被一个军官预定，就连沈小姐也要在这等买家过来协商，你还想戴？开玩笑得了，还真以为自己是大帅夫人啊？我再说一遍，这条星辰之泪就是大帅预定准备送给我的，我要是都没资格佩戴的话，还有谁能戴？昨天来预定项链那个人长什么样子你记得吗？记不清了，只记得那人穿着军装，付了定金后拿了收据，很快就走了。对了，收据。完了，一进来光顾着看首饰，和他们吵架了。
竟然把大帅给我收据这件事都忘了。你等等，这定金的收据总能证明这条项链是买给我的吧？难道他真有什么收据？他这是什么大人物？坏了坏了，昨天那个军官要真的是买给他的，那我岂不是得罪了一个大客户啊？哎，我记得明明是放在这里的，怎么找不到了？装模作样的，我还真以为你能拿出什么收据呢，原来只是装装样子而已。一定是刚才来的路上弄丢了。我看明白了，耍我们是吧？你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我真的有收据，一定是丢在路上了。你让我回路上找找，肯定能找到。你给我回来！你当我是什么？想耍我就耍我，完事就想走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要你在这儿等着，等督军来了，看他会不会让你这个冒充他顶头上司的人走。这种人啊，是该给他点教训，让他长长记性，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冒充大帅夫人。这星辰之泪肯定很贵，我不能白白浪费秦桑的钱，一定要想办法把收据找回来。沈小姐，督军大人可有一阵子没回家了吧？是啊，他跟着大帅在前线待了1个月了，这不要回来了吗？所以我才想着买件首饰，打扮的好看一点。督军大人1个月没回家，回来肯定会给你带礼物的吧？那是自然，我们家督军啊，每次回来一定会给我带顶级珠宝。这一次不知道他会送我些什么。找个有钱有势的男人就是好啊！我必须找机会跑出去，把收据找回来。想来督军这次送我的礼物应该和这个差不多吧？哎，你说昨天来付定金的那个人是个军官，还说要送给自己夫人？是啊是啊，只不过记不清楚那人长什么样子了。是不是个子高高的，然后说话比较冷漠？是的，没错了，那人一定是督军。对上了，都对上了。这条项链就是督军为了给我个惊喜，特地买来送我的。啊，我之前见过督军大人一面，昨天晚上那个人好像真有点像他。我说呢，谁这么大手笔，一进来就直接要我们店最贵的首饰？如果是督军大人买来送给沈小姐你的，那这就很合理了。贱人，给我回来！这个贱人跑得还真快。算了吧，沈小姐，您什么身份，用不着跟他一般见识。不行，敢耍我，我可咽不下这口气。等督军回来，我一定要告诉他，让他把这个女人抓住，给我出气。放心吧，督军大人那么宠你，只要你一句话，到时候肯定会全城搜捕，把他找出来给您撒气的。既然这条项链是督军买给我的，那我现在应该可以戴上了吧？理论上要见到定金收据才行，但我相信督军肯定会买来送给你的，所以沈小姐，你可以戴上。哇，这星辰之泪不愧是全球唯一一条的孤品，这做工这用料都是绝品啊！这条项链简直就是为您量身定做的，保证您戴上，督军大人的眼睛都离不开您。那我帮你戴上吧。慢着！好啊，我还没让督军全程通缉你，你居然自己送上门来了。你到底有完没完？真以为我们这是菜市场吗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既然你自己回来了，那就别想再走出这个门。督军等会儿就到。这星辰之泪是你的东西吗？你凭什么戴？我们现在已经搞清楚了，昨晚来预定星辰之泪的正是沈小姐的未婚夫督军大人，他买来就是送给沈小姐的，凭什么不能戴？哦，是吗？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这才是预定星辰之泪的收据。够了，耍人也要有限度，真当我好欺负啊？真当我好欺负啊？沈小姐，您太冲动了，好歹让我看看这收据是不是真的呀？我们这是只认收据的，万一他拿的收据是真的，定金收的那份钱可就作废了。他拿的怎么可能是真的？
刚刚耍我们说自己有收据，结果找不到，一说丢了。刚刚拿的那张肯定是他找人伪造的。毁了大帅的收据，你就等着赔偿吧。好好笑啊！赔偿？让我赔偿？我倒要看看谁有这个本事。这项链我是要定了。希望你等会儿还能笑得出来。怎么，他拿张破纸就给你唬住了？你也不想想，督军的收据肯定在他自己手里，怎么会在这个女人手上？这收据是真的？什么？怎么可能是真的？你看清楚一点啊！我说了，这收据就是真的，只不过是我刚才不小心弄丢了而已。你就等着被大帅问责吧。没错，这上面还有我自己签的字，错不了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督军的收据怎么会在他手里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督军走得急，落在路上了，然后被你给捡到了。对，不然的话，他不可能有收据。我刚才已经派人去通知大帅了，他处理完事就会过来。咱们走着瞧。哼，吓唬谁呢？我家督军也马上就到，我倒要看看你那废物未婚夫能有多厉害。沈小姐，我们店有规定，交易预定首饰时必须提供完整的收据，我们只认收据，不认人。现在这份收据已经被撕毁，没有了实际的效力，恐怕等会儿督军大人来了，定金的那份损失你还是要补上才行。这份损失让他赔。明明是你撕碎的收据，凭什么让我赔偿？我撕的，谁看见了？你看见了吗？看到了吧？这里除了你自己，没人证明你说的。哼。就算我承认是我做的，又能怎么样？等督军到了，这钱你赔也得赔，不赔也得。不可能，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的。哦，对了，我差点忘了，你就是个乡下来的穷鬼，这口袋怕是比脸都干净吧？拿什么赔呀？那怎么办啊，沈小姐？看他确实不像有钱人的样子，就这么放过他吗？放过？我沈月的字典里可没有这2个字。我看你这姿色倒是蛮不错的，你要是没钱的话，不如我把你送去醉春堂。至于什么时候能还清债务，这就要看你伺候男人的手段和本事了。你卑鄙！你有钱有权就可以随便欺负别人吗？你说的对，我未婚夫可是督军大人，敢得罪本小姐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督军大人到！督军，月月，本督到家里找你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你1个月不回来，人家可想死你了。这不是想着来买点首饰，好给你接风洗尘吗？督军大人大驾光临，实在是小店的荣幸啊！他就是大家口中的督军。本督这1个月不在，你是不是没有好好吃饭呢？还说呢，你不在呀，我都快被别人骑在头上欺负了。岂有此理！谁敢欺负本督的女儿？就是他。岂有此理！谁敢欺负本督的女儿？就是他。督军大人，你要是再来晚一点，他就要喊他未婚夫来打死我。啊，月月，放心，本督定然为你出头。我的女人，你是不是活腻了？督军，是贵夫人侮辱我在先，况且她还撕碎了我的收据，害我白白损失了预定项链的钱。您这个位置，应该有不少人惦记吧？要是像您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就动手的话，会给其他有心之人留下把柄。月月，你把事情说一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督军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别人欺负你的未婚妻，你为什么还不把他抓起来军法处置，反倒来质问我？哎，月月，
现在是关键时刻，我父亲刚刚被大帅降了职，好多人盯着我，哎，我一定要谨言慎行才行啊！什么？伯父真的被降职了？据说是得罪了大帅身边的红人。他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儿？你跟本都说一说，如果情况属实的话，本都一定为你出头。是他捡到了你买星辰之类的收据，还把它撕碎了。你胡说，明明是你干的。督军大人，我也能作证，的确是他撕碎的。什么星辰之类的，我没有买啊！什么？不是你买的？居然不是你买的？昨晚上来预定星辰之类的，不是督军大人您吗？那个军官是谁？就是这条项链啊！这不是你昨天晚上预定回来要给我惊喜的吗？我没有买呀，我才刚到啊！我昨天还在前线处理后事的。这你到底在说什么呀？那收据不是你的，还会是谁的？难道他说的都是真的？收据真的是他自己的？不可能！就算这收据不是督军的，那也一定是他捡别人的。我说了，这星辰之泪就是大帅买给我的，这收据自然不会是别人的。说什么？大帅？哎呀，督军，他说他是大帅夫人，你在大帅手底下是得力干将，有没有听说大帅有什么夫人的事儿？我前段时间的确听大帅说带回来一个夫人和孩子，可大帅没有具体说，我也不知道长什么样子呀。不得不说，你打探消息的本事还真是数一数二啊，连大帅带回来个女人的事儿都知道。这还需要打听吗？我就是大帅带回来的女人。你撒谎！大帅带回来的明明是一对母子，而你只有一个人，根本没有儿子。我儿子不在，是因为我送他去学校了。我看你是死到临头还嘴硬。你要是真给大帅生下了个儿子，那他就是少帅，他用得着去上学。督军，这疯女人在外面到处打着大帅夫人的名头招摇撞骗，你一定要把她抓起来，交给大帅，说不定是大功一件呢。月说的有道理，这女人确实不像大帅夫人。我秘密起兵谋反的事，大帅已经有所怀疑了。我要是能抓住这样一个冒牌货，说不定能打消大帅对我的怀疑。你怎么证明自己的身份呢？您可以去派人把大帅找过来，或者现在跟我一起去找大帅。哎呀，督军，别听他的，他就是想逃跑，刚刚就被他跑了一次。要是让他跑了，这大功可就没了。我现在怀疑你冒充大帅夫人，来，拿下！督军大人，这是要拿下谁啊？秦苍，你终于来了。柔儿，我没来晚吧？秦苍，你今天怎么穿成这样？刚才的行动需要保密，所以换了一套便服。她还真是大帅的未婚妻啊！你就是他的未婚夫？对，我是。这条项链怎么在你身上？我想起来了，昨天晚上来买星辰之类的，就是他。不是说是个军官吗？我看他这样也不像个军官。柔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撕毁了你送我的收据，还把这条星辰之泪抢走了，还说是督军买给他的。是你抢走了我的项链。是本小姐抢的又能怎么样？我未婚夫可是堂堂督军大人，他刚刚叫你什么秦苍，听都没听过。别说了，一个无名小卒，搞不好昨晚的军装都是偷来的吧？收据是我撕的，项链是我抢的，你还能拿我怎么样？你个蠢货，快住嘴吧！大帅，属下管教不力，请大帅责罚。大帅，他是大帅！这女人，赶快给大帅道歉！大帅，民女不是有意冲撞您的，求您饶过我吧。刚才你说不认识我的名字，我现在告诉你，我叫顾擎苍。这位是我的未婚妻，她叫宋柔儿。民女知道了，民女以后再也不敢了。
求你饶过我吧。对了，项链，还有项链。求我没用。是名牛眼无珠，求夫人放过我吧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刚才怎么说的？不可能放过我。巧了，我也是。柔儿，你想怎么处置，我都听你的。既然这两个人这么看不起穷人，那就让他们感同身受的体会一下当穷人的滋味吧。来人，把他们两个给我拖到贫民窟10年，让他们好好体验一下什么是穷人的滋味。是。 10年，大帅，属下斗胆请求一句，减少一下月月的惩罚吧。他身娇体弱，吃不了这种苦啊！不可，就不要怪我了。我早就知道你有谋反的心思，把他给我拖下去。是。 好看吗？我的柔儿最好看了。现在还有很多人不认识你，所以才让你受了这么多委屈。我决定了，3天之后，满城红妆的娶你回来。